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中国经济放缓如何伤害世界？外交事务。中国依赖就是能源和排放密集型投资来推动增长，这可能会阻碍其实现气候目标的能力。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该国在管理经济方面采取了更加国家主义的方法，将其置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工资上涨和更富裕的社会威胁到可持续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的下降，国家经济增长的局限性是由人口结构、资本投资和生产率驱动的。经济中的资本投资增长放缓，生产率增长下降到低水准。如果中国不拥抱经济改革并坚持就是能源和排放密集型投资，其脱碳努力可能会受到损害，使其难以在2030年之前实现更广泛的排放强度目标。国家主义方法可能需要在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里试图维持房地产泡沫和其他部门，以牺牲家庭和其他储户为代价重组堆积如山的地方政府债务，限制对未来增长、创新和价值的投资。如果中国重新接受改革，中期增长率将降至低位，但随着2030年的临近，可能会回升至 4%。由于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绩效受到影响，中国对能源密集型经济活动的依赖正在导致其偏离预期轨迹。由于能源强度降低停滞不前，中国正在辜负其预期的轨迹，而今天的微小下降提醒人们，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尽管中国官员认识到了这种下降，但北京一直在回溯能源强度目标的重要性。推迟改革并在依赖旧模式5年将使中国难以在2030年之前实现其更广泛的排放强度目标。无论宏观经济情景如何，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可能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如果中国的表现优于历史能源强度趋势，提高非化石能源的总体份额，那么它就可以实现到2030年碳强度降低 65% 以上的目标。然而，国家主义的做法将使该国陷入较低的增长轨道，使其经济能源效率降低，同时对减少排放几乎没有说明。所有这些都是由重工业和对基础设施的过度依赖支撑的。小国大战争。外交事务。亚塞拜然和亚美尼亚之间关于内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为解决冲突在南高加索地区建立了不太可能的伙伴关系。基督徒占多数的亚美尼亚从什叶派神职人员领导的伊朗获得经济生命线，伊朗是除俄罗斯之外的主要盟友。与此同时，土耳其和以色列与以什叶派为主的亚塞拜然结成联盟。反过来，伊朗和亚塞拜然在领土和身份方面存在长期而激烈的争端，酝酿中的紧张局势一直存在，但亚美尼亚最近的战争损失加剧了这些紧张局势，引发了对生计螺旋的担忧。亚塞拜然在最近的战争中取得成功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以色列的援助。自2016年以来，亚塞拜然近 70% 的武器进口来自以色列，以色列也从巴库购买了 40% 的石油。伊朗越来越担心以色列利用亚塞拜然作为代理人对他发动行动。伊朗人担心，除了以色列突厥集团之外，还会出现一个以色列海湾阿拉伯集团。如果他们考虑站在亚美尼亚一边，将对伊朗构成直接威胁。亚塞拜然的胜利也使伊朗感到不安，因为如果亚塞拜然在亚美尼亚领土上建立一条走廊，它可能会在伊朗和亚美尼亚之间建立障碍。最后，伊朗和亚塞拜然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因为亚塞拜然人往往认为土耳其人比亚塞拜然族伊朗人少，亚塞拜然族是伊朗最大的少数民族。然而，被历史分裂并等待亚塞拜然人合法统一的大亚塞拜然的想法并不被伊朗所认同。伊朗通过一系列条约遭受了领土损失，这些损失反映在今天的伊朗文化和言论中。随着亚塞拜然继续对伊朗采取怨恨的语气，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最初是恐怖主义指控和在亚塞拜然人中推动分离主义运动，
能源不安全的时代，外交事务。向更清洁、更绿色的能源过渡曾被视为消除旧能源秩序的远政治挑战的机会。然而，最近的能源危机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了不协调的转向新能源的风险。能源安全现在被认为对未来至关重要，尽管确保能源安全的传统方法证明是不够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重新定义能源安全，并在多样化、韧性、一体化和透明度的基础上开发新的保障能源安全的手段。过去18个月表明，地缘政治环境如何影响向清洁能源过渡的速度和范围。俄罗斯的入侵加强了欧洲和美国摆脱化石燃料的决心。能源安全历来被定义为以可承受的价格提供足够的供应。然而，这一定义不再反映现实，因为世界现在面临的风险比以前时代更加多和复杂。能源危机扩大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裂痕，使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难以负担能源，因为亚洲对煤炭的需求激增。去年欧洲天然气需求减少的绝大部分来自气候和环境因素，而不是可以重复的有益保护。与此同时，随着俄罗斯石油产量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预计到2023年，全球需求增长将几乎是供应量的2倍。现在看起来陈旧过时的政策和技术曾经是创新的，今天的危机可能会导致新的想法和技术。指导这一进程的4项原则是熟悉的，但需要新的工具，因为能源转型在实践中将是混乱的，在短期内产生新的冲突和风险。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充分把握他们面临的新现实，以确保能源安全。城市化乌干达的新政治外交政策。大西洋月刊说，随着社会日益城市化，非洲政治正在城市化。到2030年，生活在城市地区的非洲人将多于农村地区。目前，非洲同时在城市化而不是工业化，这意味着经济是由资源出口而不是制造业驱动的。蓬勃发展的城市是为富人的消费而不是生产服务的。然而，非洲城市的增长是由商人、店主和运输经营者等非正规工人推动的，他们正在创造新的城市景观和阶级政治。这些非正规工人经营自己的企业或受雇于亲戚，就业不稳定，正在发明新的经商方式，往往以街头为市场。政府在打击非正规贸易商和笨拙的试图拉拢他们之间摇摆不定。例如，在2016年乌干达选举中，总统约维里·穆瑟维尼 Yoweri Museveni 将他在坎帕拉的糟糕表现归咎于他自己设立的坎帕拉首都城市管理局 KCCA 对街头小贩的严厉处理，而执法往往在投票日之前得到放松。政府担心城市生活的不稳定，特别是在坎帕拉，他认为这是由城市贫民推动的。坎帕拉多年来一直由反对派政客统治，穆塞维尼不太可能赢回的。相反，他试图通过用坎帕拉首都城市管理局 KCCA 取代市议会来遏制他。他任命技术官僚来管理小企业法规的执行，导致数千名无证街头小贩被捕。你可能不知道的关于芬兰的事情。外交政策。芬兰加入了北约，此前该国最受欢迎的总理未能赢得连任，并在芬兰政治中向右转。北约新获得的与俄罗斯的830英里边界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并标志住北欧国家最近的变化。本文重温了外交政策中关于芬兰的几个故事，这些故事突出了这个国家的独特之处。这些作品包括对桑拿外交艺术的个人描述，对芬兰作为进步政治灯塔的声誉的分析，以及对芬兰军对于北约军队之间差异的解释。土耳其的大坝带来力量和心碎。外交政策。土耳其最大的水电大坝之一，旨在利用快速运行的科鲁河，正在导致土耳其东北部阿尔特温省的尤苏菲利镇被洪水淹没。每天水估计上升3英尺，没去花园、墓地和街道，然后是房屋、历史悠久的教堂和古老的清真寺。当地人说，仅在尤苏菲利
大坝就连根拔起了大约7400名居民，周围村庄的更多人也是如此。该山谷是70种特有植物物种的家园，居民和环保主义者多年来一直试图与该专案做斗争，但无济于事。在一个进口约3%能源的国家，土耳其需要更多的国内资源。水电一直是答案的重要组成部分，700多个水电设施约占土耳其总发电量的17%。但是，长期转向水电有2个潜在的缺点：大坝可能引发与下游邻国的紧张关系，气候变化表明降水量和电力输出低于预期，就像2021年发生的那样。尤苏费利的新水坝将提供高达558兆瓦的电力，理论上足以满足250万人的需求。它还应该改善科鲁河上其他一些水电设施的电力输出。对于背井离乡的居民及其城镇的破坏，长期后果仍有待观察。谢谢收看评论简报。